Hello， 大家好，我是剑哥。追风者呢，在服务器机箱市场上也是老玩家了。之前我们用 PK620呢就装过不少服务器的主机。这次呢，他们推出 INSO Elite Service V2，这台机箱的表现怎么样呢？那正好我们最近手里有一些高效的服务器的机子在装啊，就搞一台4路的490 38G 来装看看吧。机箱尺寸呢，光从外表看啊，就极其巨大了，3位达到了58.5乘26.2乘72.5厘米，空机箱的净重啊就达到了18公斤。这台 INSO Elite Service V2呢，用料上也是十分的夸张。外观上来看呢，是非常的低调的设计风格，前脸、顶板以及两侧板都设计了大量的蜂窝状开口。I/O 接口放置在了前脸的顶部位置啊，毕竟这种体积的机箱一般都是放在桌下的。放在顶部呢，更方便用户的正常使用。I/O 呢，包含了一个开机键、一个重启键、2个 USB A 口、2个5G 的 USB 3.0 A 口、一个20G 的 USB C 口以及耳麦和2.1接口啊。当然，说实话，服务器主板一般只有一个前置的 USB 3.0接口，连2.0都没有。配件方面呢，则是包含了6个3.5寸的硬盘支架、一个侧面的冷排风扇支架以及一组滚轮啊。没错。不用另外交5249元，也可以为你的服务器去装上滚轮的。接下来看一下内部啊，拧下顶板的2颗手拧螺丝，再向后滑动顶板即可将其取下。前脸和2块侧板的拆除呢，就需要上螺丝刀了。在拧下2颗螺丝之后呢，向上滑动才能取下。INSO Elite Server V2这款机箱想要拆装不算简单啊，建议用户装机时候还是自备一个电动螺丝刀。这几块面板拆来之后呢，我们就被面板的重量惊到了啊！几块面板的重量合计高达7公斤。测量后发现呢，前板和顶板的板材厚度达到了1.1毫米啊，侧板更夸张，厚达2.3毫米。一般平原机的机箱会给你做到1毫米，而 DIY 主机能做到0.8毫米，都算用料不错了。这几块板子也是机箱的主要重量来源。4块面板的通风口内部呢都有磁吸防尘网，也设计了限位槽啊，对着4边一卡，防尘网就贴好了。机箱底部的防尘网则是抽拉式，机箱内部的整体空间呢是非常充裕的。主板最高呢可以支持到 eATX 规格，在机箱上也注明了每种主板需要安装的铜柱的位置啊，整整10个 PCIe 的槽位啊，有着非常强大的拓展性，很适合多显卡的用户。电源仓呢采用了下至封仓的设计，支持双电源。这个电源仓呢，对于电源长度的限制呢是几乎不存在了啊。如果说是达到了25厘米以上呢，可能会略微影响到电源模组线的走线。机箱最多可以安装6个3.5寸硬盘，背部则又有2个2.5寸硬盘位。这个硬盘接入能力呢，在全塔机箱里面只能算中规中矩。更多的硬盘需求呢，建议还是 NAS 的。顺便说一下，这几天飞度的 iPhone OS 才紧急修复了关于公网访问的一个漏洞啊，大家组 NAS 的也是要注意一下这块的安全。在这台机箱的大小所赐呢，背部的理线空间也是非常的充裕，在电源仓的顶部也是预留了理线孔位，方便用户整理线材。另外 ，INSO Elite Service V2对于风扇的支持数量也是达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啊！机箱的前脸、顶部和底部都支持4把120毫米的风扇，主板的右侧呢则是支持3把120毫米的风扇，尾部支持1把120或者140毫米。不安装双电源的话，在底部还能再装1把。而在左侧板内呢，则是能够安装整整9把的120毫米的风扇。这个通风量呢，还怕显卡发热吗？而另一个可能会对这种全塔机箱感兴趣的就是分滴水玩家了。这台 INSO Elite 服务器呢，对于冷盘的支持也是非常的夸张。顶板、前脸以及底板，最大都是支持长达480毫米的冷盘。主板右侧呢也支持360冷盘啊，内部的空间是充裕，同时呢，机箱的尾部还有2走管的孔位啊，可以在机箱外继续去加水冷，任君想象了。那我们就来实际把这台机子装起来看一看。那这次选择也是一套正经的服务器配置的。那主板采用的是泰安的 S8030，CPU 使用的是64核128线程的骁龙7B12啊，内存则是8根32G 的 ECC 的 DDR4 的插板。总共256G 的内存。那这套板油啊，其实还是挺便宜的 ，CPU 只要2、3千块钱啊，主要还是主板相对难找。
超微的，这太贵了。那泰安的这个算是相对便宜的啊，不过还是要注意，它要选择 PCIe 4.0的版本，再便宜的就只能像国产那种头台仪的了。现在内存起飞了啊，也是无奈啊，不然就要放以前，分分钟去干个1T的内存。显卡呢使用了4张4090的48G，算是目前小公司和课题组跑 AI 的一个性价比选择了啊，就是收那种4090游戏卡，20G 显存给你加到48G 做的，然后给你提供个3年质保。以前这种卡都是公包的包装，哎，现在这些改卡的啊，不仅有序列号啊，甚至还有彩盒，还有品牌呢啊，看起来倒挺正规。就是不知道真遇到了 GPU 核心挂了，它售后会不会扯皮？电源方面呢，为了带起来这4张4090 48G，我们选择了由海运代工的追风者的 Revolt 2200瓦。电源的风扇面呢，用了形似盾牌的拉丝铝合金，配合6边形的蜂窝网口，营造出一个高端型号。长度呢达到了210毫米啊，还有2个12伏2.6接口，以及整整9个 CPU PCIe 的接口，80 Plus 白金认证，12年质保啊。这期补充2句啊，这个电源其实就是海运的 PX2200换皮，价格呢会比海运原版的便宜不少。而海运的 PX2000你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 TX 1600的单电压220伏版本。美国那边呢，因为是110伏的电压，用16压插座，最高阶只能做到1600瓦。然后呢，把功率提高了，那就把转换的效率从钛金降低到了白金啊，所以说这个白金是230伏 EU 的标准。4张4090呢，2个用的是原生接口，另外2个使用的是海运原厂的双8 pin 转12伏2.6，4张卡呢一共是450×4，1800瓦的功率。2200瓦电源啊，其实也快顶到功率线了。那为了压制这种等级的发热呢，机箱风扇使用了来自 Revantech 的飓风232 LCP 性能版。120毫米的尺寸，32毫米的厚度，峰值转速呢3000转每分钟，峰值风量能高达151.85 CFM， 峰值风压能高达8.87毫米水柱。那性能方面呢是相当强悍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装起来的效果。对于那些同样想装服务器呢，但是认为这种巨型的全打机箱不太合适自己的消费者呢，或者说觉得这个价格有一点小贵，这些追风者呢也准备了 G370A 这款机箱啊，399元就十分便宜了。虽然说尺寸缩减到了比较标准的中塔 ，PCIe 位缩减到了7个，但是同样能够支持 EBB 规格的主板。就比如说我们这里使用了一张某家的 MZ72 HB2 啊，就是非常典型的 EEB 主板啊，大小来到了305×330毫米，支持双路的 CPU。这种等级的主板呢，其实在常规的中塔机箱中呢，就会与主板右侧的风扇或者说水冷位起冲突，导致安装不了。很多机箱说自己能支持 EATX， 但是它不说具体的主板长度啊，往往都是只能到300毫米左右啊，或者说是主板说只能塞进去，那最右边一组的螺丝就无法固定了。不过呢，这些在 G370A 中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啊，算是给大家选择双路主板的话，一个很有性价比的机箱选择了。接下来继续看一下机箱啊。前脸的通风网孔是从上往下逐渐的凸起设计，很有追风者的风格。机箱在顶部配置了磁吸防尘网，电源舱底部设计了一个抽拉式的防尘网啊，不过需要从后部取下，不是非常的方便。前脸呢并没有防尘网，而位置呢还是放在了机箱的顶部，方便将它放在桌下的用户使用，并且配备了一个开机键、一个重启键、一个5G 的 USB-A 口、一个5G 的 USB-C 口以及耳麦接口。G370A 的侧板呢是通过卡扣固定的，从机箱尾部的凹槽发力就可以取下。侧板的钢材厚度为0.8毫米，前脸也是卡扣设计，需要从底部取下。接下来看一下机箱的内部啊，主板部分同样是从 ITX 主板一路支持到大小达到了305×330的 EEB 主板。机箱内部呢自带2组显卡支架，可以根据自己的显卡尺寸自由调节啊，毕竟是服务器的机箱，显卡支架呢都是2组起坐的。而在硬盘的支持方面呢，这台 G370 在电源舱末尾配置了一个3.5寸的硬盘位，将手柄螺丝松开之后呢，再往下后拉即可取下。在硬盘架的顶部呢，能够额外安装1块3.5寸或者2块2.5寸的硬盘，再加上主板位的2块2.5寸硬盘的叠放硬盘支架。这款 G370A 最多支持4块2.5寸的硬盘加上1块3.5寸的硬盘，或者说2块3.5寸硬盘加上2块2.5寸的硬盘。在这方面呢，同样是中规中矩的水平。风扇的支持能力呢，也是中塔机箱的正常水平。前脸与顶部支持300/120风扇，尾部支持100/120风扇。机箱整体的配置是定位入门级。G370A 很适合刚接触服务器的用户，或者说对拓展性需求不高的用户去选择的。
总结下呢 ，Intel Elite Server V2 就是追风者面向高端服务器用户开发的全塔机箱，内部空间呢是非常充裕的，无论是兼容性、拓展性还是透气性呢都是非常强大的。除了服务器用户之外的高端分体选玩家也是可以选择这款机箱去搭建水冷平台的。那对于这些客群来说呢 ，Intel Elite Server V2 是一款值得考虑选择。而 G370A 这款机箱呢，则是面向入门级的服务器用户，在中塔机箱的体下呢，提供了330毫米宽的 SSI EEB 的服务器主板兼容性，兼容双路主板，同时呢，体积也不算特别夸张，结构设计、装机体验也是更接近典型的 DIY PC 机箱，无需专人维护，卡住一个比较取巧的定位，适合刚起步的初创工作室或者说是刚刚入门的个人用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追风的这2款服务器机箱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个小赞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 你们点赞动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号潮玩 CR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到淘店铺潮玩国度数码。这是超哥，我们下次见，拜拜。